2026年全新系列，这种浪费钱的疗程我不会教你做。很多的医美整形呢，都一直拼命告诉你做这个好，做那个好，就是要从你口袋里面拿钱。张医师呢是一个会帮你踩刹车的医师，所以接下来一系列呢，我会跟你讲什么疗程你不要去做，浪费你的钱，为什么？或者是什么疗程对你而言没有效，你要怎么自我诊断？我影片非常的多嘛，有一部分我会截取过去的影片啊，我觉得以前讲的非常详细的部分，我会把它拿出来，然后跟大家讨论为什么对你而言是可以做的，为什么对你而言那个是浪费钱的。今天呢，第一集我们一开始呢就来跟他讨论为什么有很多人割完双眼皮会变成画面中这个样子。这个人明明割完的双眼皮，可是呢他的眼皮上面还多了一个肉条。他明明割双眼皮呢是想要让自己的眼睛变年轻变漂亮，但事实上对他而言，割双眼皮就是一个浪费钱的疗程。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如果今天呢，你20几岁啊，你没有双眼皮，当然只好去做一个双眼皮。可是有很多的人呢，他本来是有双眼皮，他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他的双眼皮慢慢不见了，那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反应也是说，赶快再去做一个双眼皮啊，双眼皮没了就做个双眼皮嘛，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是要打破这个谬思，然后给大家新的这个医学新知哈。其实呢，眼皮的下垂是分成3型的啊，为了方便大家能够了解跟记忆。我们把它分成第一型呢，就是下压型；第二型呢叫做皮多型；第3型叫做无力型。请大家记住这3型哦，你到底是哪一型，它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在开始讲为什么我们眼皮下垂分成这3型，我们要先讲一下关于眼部的这个解剖构造。可能看我之前影片就知道我对脸的构造比较熟悉哦，所以我常常到一些医学会，国内、国外、台湾啊、大陆啊，或是一些海外的地方去讲一些脸部构造，或者是示范一些东西哈。我尽量把它用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事实上，我们的上眼皮它是以我们这个双眼皮的折痕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我们来看一下，比如我们来看一下文轩，来，我们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点，一直靠近他的眼睛，我们看看他有没有眼屎。对啊，有吗？有吗？大家仔细看哦，上半部的部分跟这里有关。我在动这里的时候，它只是折痕以上的部分会动，折痕以下的部分并不会因为我的眉毛移动而有任何的改变。再来，我们再看哦，折痕以下的部分，来，我们眼睛慢慢闭起来，慢慢张开，慢慢闭起来。你有发现一件事吗？我们的眼球它的张闭，以这个折痕为界限，我们要张开眼睛的时候，就是这个折痕以下的这个眼皮的部分往上提起来就张眼，往下掉下去叫做闭眼。这个上半部跟下半部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假设今天这个双眼皮的折痕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它的上半部就是由这些组织影响，然后它的下半部呢，影响它张闭的是由什么东西来控制呢？由这一条肌肉，这一条肌肉叫做眼睑肌来影响。好，所以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你本来都没有双眼皮，你缝个双眼皮是很天经地义的。可是你本来有双眼皮的人，后来你眼睛变小了，你很明显感觉到它下垂了。我们要判断你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该做双眼皮，还是要做额头拉皮，还是要做眼睑肌？要怎么判断？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重点。首先，第一种形态，下压型。什么叫做下压型？下压型就是这个双眼皮这个折痕以上的部位往下下垂了，下垂了就盖住了你的原本漂亮的眼睛。第二型叫做皮多型。什么叫皮多型？皮多型就是指折痕本身这一块这个皮啊太多。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分辨。基本上超过40岁以上的人，最常见都是下压型为主。真正皮多型的其实都是要年纪更大的人，他才会合并有皮多型。可是有趣的情况来了，我问你下压型该怎么处理？上提。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嘛，他这里下压了，那我当然要上提嘛。皮多型，他这里皮多，请问皮多该怎么处理？剪皮。对，所谓的剪皮就是割双眼皮的意思啊，把那个多的皮去掉，
割一个新的双眼皮，这个就是所谓的剪皮。可是问题来了，很多人他是下压的状况下，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皮看起来很多？对不对？对啊。然后就会误会说，那我是皮多，于是就去割双眼皮，割完以后怎么看怎么怪。像这个很明显，他的眼皮就垂了，对吧？你会觉得他是下压还是皮多？下压，你会觉得好像有点难分辨，因为你说它是下压，可是你又觉得这个地方皮有点多，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是下压型。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影片，你的法令纹是下垂型、是肌肉型还是凹陷型，我不是教过大家方法吗？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一样可以去分辨我们眼皮这3型。很简单，这动作非常简单，你把你的眉毛这样往上提一下，提完以后，我双眼皮又跑出来，又重见天日了。它这个就是属于早期的一个下压的状况。如果你看到这样眼皮，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就去割双眼皮，就会造成悲剧。造成什么样的悲剧呢？这是某个名人，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色彩哦。这是眉毛，这是睫毛。那你以为它是皮多型，于是你就在中间去掉一块皮，结果缝起来，结果眉毛跟睫毛变得更近了，你的下压变得更严重，就像这位知名人士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它还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哦，你今天呢把它当作皮多，就去剪了一个双眼皮，割完以后没有错，它的双眼皮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文轩它的这个双眼皮的折痕上面，哇，上面很利落、很干净，薄薄的一层。但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双眼皮上面厚厚的一层皮，变得好像有一个肉条在上面？再比如说，像这个照片也是一样，不管它有没有下压，它就直接割了一个双眼皮，割完以后有没有发现？它的双眼皮上面就有一个厚厚的肉条，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术后的肿怎么肿了3年还是有一条肉条在上面？宝宝了。对。你这个时候应该考虑的是额头这个地方往上拉。那额头往上拉到底要选择哪一种方式？内视镜、新式冠状、8mm 还是复合式？这些要用哪一个？大家有兴趣欢迎去看我之前录的影片，这应该是 YouTube 史上最完整介绍额头往上拉的这个眼皮往上拉的各种术式它的优点缺点的一个比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哦。好。还有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人会误以为一件事，我的眼尾下垂，割双眼皮可以让我的眼尾下垂改善。No， 不会。割双眼皮你把这个地方的皮剪掉一些的结果，只会让上方的地方更往下。所以割双眼皮非但不会让你的眼尾下垂改善，还会让你的下压感变得更严重。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案例，当然他眼皮开始有一些下垂的状况，然后他的眼尾有明显下垂，我们判断出来它是下压型。我们做一个上提，它原本的双眼皮就跑出来了，看起来效果是更自然的。好，我们再看这个案例，它就是属于比较早期的这个眼皮有一些下垂的状况，我们来判断，很明显它是下压型。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往上提升的时候，它的双眼皮跑出来，它的眉尾也提升了，它整个看起来就有精神很多。这种状况，如果你今天去割双眼皮，割完那真的就 BBQ 了。你看张医师虽然老了，好吧，唱一句 BBQ 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案例，你会瞬间以为，他做了一个新的双眼皮，其实当然不是，因为很明显这个我们如果用手去推，这个就是下压型的表现。我们只要把它下压的部分做一个额头的拉皮上提，那它就可以恢复以前年轻的一个双眼皮，而且超乎你想象。很多人都想说额拉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至少对我们诊所不是啊，因为这个手术我们做太多了。来问你，一般额拉我们大概几天会拆线？一般是7天，7天就可以拆线，对不对？那一般恢复期大概多久？大概10天就差不多了。对，一般其实2周以内你走在路上，人家就根本看不出来你有做过。它其实就非常自然。如果今天是割双眼皮，其实你要到真的很自然，有时候甚至是要半年，因为双眼皮的恢复时间比你想的时间要久。所以今天你自我诊断对了，你不仅你做完效果是自然的，而且恢复期是快速的。
我们刚看的这个影片，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眼皮分3型，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下垂型，因为事实上大部分过了35、40岁的人都有下垂型的问题。如果你把它当成皮多型去做，做出来就会不自然。影片里面也有讲到说下垂要怎么处理，提到有各式各样额拉的手术。跟各位说哈，在以前要有效的提眼皮，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手术，就是我刚刚讲的额头拉皮的手术，包含新式的内视镜额拉、新式冠状额拉，或者是只有提眼尾的提眼尾手术，他们都是手术。那有很多人说，我不想手术怎么办？那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它基本上呢，几乎就跟微整形一样，只需要针孔，叫做定舒针提美。如果你今天很在意你是下垂型的眼皮，但你又不想要手术，定舒针提美只要几个针孔，短短几天的恢复期，一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前到国外去演讲去示范这个的时候，国外医师夸赞说，这个是他们看过地表上除了手术之外最强的提眼皮的方法。所以记得，你想要有一个自然的眼皮，要先分辨你是哪一型。如果你是下垂型的，要么你就是选择手术类的额拉这方面，刚刚讲的新式内视镜、新式冠状、额拉这方面的手术；要么你不想要手术的话，你可以选择定舒针提美。很多人就会问啊，江医师，你说超过40岁以上，大概85%呢都是下压型，那你的意思是说，都只要做额拉就好，都不用割双眼皮了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还有剩下15% 的人，他还合并有皮多型。什么叫皮多？皮多就是指这个折痕上面这个地方皮太多哦，这叫皮多型。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如果皮多的人哈，他的双眼皮折痕上的这个地方赘皮当然就很多。你这样觉得赘皮多就一定要割双眼皮吗？其实不是，你要做的应该还是要做上提。你做完上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些赘皮在上面的时候，它才代表它有合并皮多型。我今天花了好多时间在讲下压型跟皮多型，那有很多的人问说，张医师，那第3型无力型是什么？来摆一个你想睡觉的样子，这就是无力型，看起来很想睡觉，因为文轩他真的想睡了，上了1天的班，不要靠在我身上，我老婆会打我啊。张医师，我就算我今天一大早起床，大家都以为我没有睡饱，怎么回事？可是我明明很有精神啊。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另外一个，我刚刚说有没有我们的双眼皮折痕以下有一条肌肉叫做眼睑肌，这个眼睑肌它其实是从我们眼眶骨里面一直延伸到我们这个睫毛这个地方，双眼皮遮一下这个地方，提眼睑肌收缩的时候就会来张开，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折痕以下那个皮把它往上掀起来，就是掀开你的脸哦。但那个如果今天眼睑肌呢它没有力的时候，来你的上眼皮就会慢慢掉下来啊，闭起来。所以这个眼睑肌它控制的呢，就是关于折痕以下的这段眼皮。我们来看下这个图哈，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你会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很想睡的样子。你看他的瞳孔被眼睑盖住了，怎么判断你是无力型呢？眼睑肌无力的人，因为他眼睑没有办法张开很大，所以他的眼睑会盖住瞳孔，盖住比较多。你的黑眼瞳被盖住比较多，就是所谓的无力型，眼睑肌无力。那眼睑肌无力怎么处理？拉这里有用吗？没有用。单割双眼皮有用吗？没有用。你要做的是把里面的那个眼睑肌把它重新收紧，重新收紧之后呢，你的这眼睑才有办法露出更多的瞳孔，看起来才会有神。那眼睑肌这个伤口在哪？我们做眼睑肌的伤口有2种，一种呢是在我们从我们双眼皮折痕这里切一刀，一种呢就是从里面做，就像我们眼袋有外开跟内开一样，眼睑肌一样有外开跟内开。所以很多人误会一件事，很多人会把割双眼皮跟眼睑肌会以为是同一个手术，其实它是不同的手术，它只是伤口都在同一个位置，但是它是不同的手术。那个一般所谓的割双眼皮就是处理皮多，剪个皮缝起来要结束。很简单，如果是无力型的话，它同样是在那个双眼皮折痕上面划一刀，可是呢，它不是剪个皮，它还要进去到很深的地方，把那个肌肉重新做处理，才有办法让你的瞳孔重新露出来。我们来看这个图也是一样哦。我们看这个图它的黑眼珠是不是也被这个眼皮盖住了？它的瞳孔被盖住了，那代表什么？它是无力型，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做的就是做眼睑肌。
我们今天拉里拉拉讲了那么多，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今天眼皮下垂听起来好简单哦。以前大家都觉得眼皮下垂管你的就是割双眼皮，对吗？不对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奇怪，为什么有人去割双眼皮是好看的？有人割完上面多了一个蚕宝宝，有人割完看起来更凶，因为这里更垂，看起来更凶。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眼皮下垂是不应该割双眼皮的，不是说需不需要做，是不应该。因为大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下压型，下压型要做的是额拉。你这个时候如果把它当成皮多型去做，只会让它更严重、更糟、更不自然。少部分的人呢，在做完下压的问题之后，他如果还有皮多的状况，才需要割双眼皮。那另外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他的黑眼珠呢，这个瞳孔被盖住，那他是属于无力型。那这个时候他要做的就是要做到要从这个眼皮有分外开跟内开去处理这个更深的这个眼睑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如果你今天觉得眼皮只要垂就想说要去割双眼皮，那这一种做法就是一种浪费钱的疗程。记得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一定要记得多吸收这个正确的知识，然后多看我们的频道，你才可以知道什么样的疗程不会让你浪费钱，什么样的疗程对你才是有效。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然后赶快跟我们的小编讲，我们小编会把我这个电子档的微整圣经把它寄给你。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电子版的这个拉皮圣经应该也快要出来了，那之后也会分享给各位。如果你对你自己眼皮下垂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可以把你的问题呢丢到我们这个微信或是 LINE 上面，让我们的人来帮你解答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啦，拜拜。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